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有这么一个海外华人组织，他们竟然不把意大利黑手党放在眼里，一些只有在电影中才能看见的场景，常常真实的在他们之间上演。这个组织就是温州帮。这个温州帮恶贯满盈，为了利黑吃黑，甚至不择手段，短短时间就在国外建立了强大的黑暗帝国，连闻名世界的意大利黑手党都不敢轻易动他们。那么这么厉害的帮派是怎样成立的呢？之后又是如何在国外立足的？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在温州流传着一句连3岁小孩都会说的顺口溜：宁可摆摊卖葱，也不跟人打工。这不难看出温州人对经商的向往和追求。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全国以及全世界，不少中国人开始到世界各地淘金，以沿海省份福建、广东、浙江居多。去国外赚钱有2种方式：去发达欧美、日本等国家打黑工，或者去非洲和东南亚做生意。浙江温州人张乃忠就是之一，他和同乡偷渡到普兰托打黑工。普兰托位于意大利的中北部，是欧洲重要的毛纺织中心。意大利的服装设计和工匠精神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要发展就需要劳动力，这也给外来的温州人打开了一条赚钱的道路。华人们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不挑活，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做，任劳任怨，不嫌工资低，所以当地服装老板非常欢迎华人。这帮温州人算是在普拉托站稳脚跟，但是生存环境非常糟糕，工作是繁重的底层纺织工，住的是杂物间和仓库，除了有微薄的工资可以拿，其他就跟难民没啥区别。但是温州人并不满足现状，除了拼命工作，还学习服装知识，有了一定积蓄就开纺织工厂，自己既当老板又当工人。温州人非常勤奋，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工作。同样一批订单，意大利工厂可能需要15天交货，温州人的工厂只需要3天。而且劳动力比较廉价，给到客户的价格非常实惠。凭借这2个优势，温州纺织工厂迅速击垮本地人的工厂，也让温州人赚到更多的钱。他们把大部分钱都寄到家乡，结果吸引到更多温州人偷渡到普拉托。普拉多彻底成为华人的世界，多到什么程度呢？普拉托总人口为20万，华人就占到了1/4，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温州人。曾经有人调侃，普拉托的广告牌掉下来砸到4个人，那么一定有一个是温州人。普拉托的纺织业彻底被温州人掌握，从工人到老板几乎全是温州人，但这也带来了麻烦。市场这块蛋糕大小不会变，温州人分得太多，当地的服装企业自然分得少。温州人刚到普拉托的时候，勤奋谦卑的个性深受意大利人的欢迎。然而，随着华人工厂和商店越来越多，不少意大利人生意惨淡，许多人纷纷下岗。他们开始一改往日的和善，把温州人视为眼中钉。意大利警方对华人社区的安全监管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温州华人们的非法拘留等则拿着放大镜找问题。不仅如此，许多意大利人跑到温州人开的中餐厅示威，不经调查就诬陷华人宰杀小狗，让不少开餐厅的温州老板遭受白眼。更为甚者，温州人去就医，护士们都视而不见，稍有不慎就被医院粗暴地赶回去。银行也不给他们放贷，妄想切断他们的现金流，使生意做不下去。一时间内，在意大利的温州人从一开始的勤劳能干，变成了当地人唾弃的入侵者。他们被贴上标签，生活在不友好和歧视的环境里。更为严重的是，当地的黑手党也盯上了越来越富有的温州人，他们隔3差5就来收保护费，令温州人苦不堪言。1次2次可以给，但长期以往，自己的血汗钱岂不是要白白相送？善于想办法找出路的温州人不愿再唯唯诺诺地活在歧视和黑手党的恐吓之下，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守护自己的财富，在意大利真正站稳脚跟。在张乃忠的牵头组织下，当地华人成立了一支联合自卫队，取名为白鹿联合会。他们团结一致，搭建内部通信渠道，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立马通知所有华人，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致对外。他们还自发成立同乡会，建立信贷系统，通过信任运作资金，互相借贷，保障温州人在意大利的生活和生意正常运转。一个平常的傍晚，黑手党再次如期而至，这一次
联合自卫队们拿出了刚刚购置的手枪等武器，选择了跟黑手党正面交锋。他们咬牙镇定，向轻装而来的黑手党开出了掷地有声的第一枪。这一枪打出了为温州人而战的气概，也守住了温州人在意大利的生存空间。黑手党们就这样不败而退。从此，只要遇到意大利人刁难，他们就正面出击。渐渐的，这个组织成为了当地华人的保护伞。只要华人遇到人身财产安全问题，联合会成员们就聚集在一块，帮助解决。因此，名气越来越大，势力也不断扩张。最著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2016年7月，意大利警方对华人社区突击检查，引发了双方的冲突。白鹿联合会听闻后，立马介入，平息了警方的挑战。在此之后，600多名华人举着"这里是中国，不是意大利"的标语，对着警方抗议。不少人还高呼"意大利人滚出普拉托"。如此嚣张的气焰，俨然已经超出了一般联合会团队的性质。在张乃忠的领导下，白鹿联合会在保护华人利益之余，还处处压制着意大利人。他们黑对黑，狠对狠，在意大利趟出一条无人敢惹的帮派之路。这些组织显然已经是黑帮的雏形了。如果说和黑手党正面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那接下来的行径就是实打实的黑社会了。自打将意大利黑手党击退后，白鹿联合自卫队迅速发展壮大。他们尝到了帮派作战的甜头，也越来越习惯了让人害怕、高高在上的感觉。他们发现，因为有联合自卫队的名头，赚钱变得越来越简单。于是，他们开始剑走偏锋，也收起了保护费，更是将偷渡生意做到明面上，对准了那些不是帮派的温州人，帮他们偷渡来意大利后，男的送进工厂，女的被卖到娱乐场所，免费为他们赚钱。不仅如此，他们还做放起了高利贷、高额的利息，让许多找他们借贷的商人血本无归。大生意要插足，小生意也不放过。底层劳工一天赚着微薄的几欧元，也被帮派成员盯上。他们安排自己更廉价的劳工抢占市场，让许多底层工人饭都吃不饱。在张乃忠的默许和引导下，温州帮开始彻底走上黑帮的道路。他们背离了当初抵制不公平对待、保护华人利益的初心，开始变得利欲熏心。意大利人的钱要赚，同胞的钱更要赚，这让许多本分做生意的华人苦不堪言，也让意大利的警方深深苦恼。温州帮把意大利的营商环境弄得乌烟瘴气，违法乱纪还逍遥法外，让民众和外国移民生活在惊恐中。意大利的治安和评价也越来越差。眼见着不管就要出大乱子，意大利警方下定决心要消灭温州帮的气焰。2018年1月18日，意大利出动了全城的警力，埋伏在普拉托华人工业区，成功抓捕了张乃忠。当时，意大利报纸头版都刊登了温州帮张乃忠被抓捕的消息，但几天后，警方因为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了张乃忠。这一结果在意大利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无法接受作恶多端的黑帮老大关押几天就轻轻松松的出来，纷纷上街游行表达愤怒。经历了被抓，也目睹了民众的抵抗情绪后，张乃忠似乎也意识到再这样胡作非为下去，注定不会有好下场。于是他带着温州帮的华人们开始洗白转型，做起正规产业，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投身各种慈善事业。据说在意大利发生地震时，温州帮还出资2万欧元帮助当地华人渡过难关。当新冠疫情席卷意大利时，温州帮出钱出力帮助意大利抗疫。也许你听过温州帮很多版本的传说，有褒奖，有贬低，但不得不承认，在那个全民淘金的年代，身处无依无靠的异国，温州帮确实守护着一群华人的安全。如今，温州人的商业帝国遍布各地，温州人的经商精神也传遍了千家万户。他们生生不息，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份胆识和闯劲，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信仰和榜样。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